平常我们的病毒可能就大家想象它它是个球，细胞就是比较统一。对，但这个好像就是它会有很多类似于像皇冠一样的造型。它是这样，就比如说正常的细胞是个球嘛，然后它会有2个类似于像小犄角出来这样子，但是一般情况之下可能就几个。但是为什么叫冠状病毒呢？就是它就像那个比月球的那个凹凸不平还要更凹凸不平，就等于说它周围伸出来的触角是非常非常多的，就很像大家说那个皇冠上面织出来的那个一个一个的，所以就叫它冠状病毒了。anyway 了啊，我们一起还会来跟大家来关注中国的这个冠状病毒的最新的一些讯息。的确呢是出现了扩散，而且呢现在的就像我们昨天真的是乌鸦嘴啊说中了，就是它的变异是非常快的，而且是可怕的。所以现在呢有很多的昨天的一些说法呢，也都是因为整个疫情的变化而出现了改变。所以今天我们也会主要跟大家来关注这个病毒到底的走势是如何的。同时呢，我们也会关注到的是新西兰方面的消息啊，就是国家党的办公室被盗，3台电脑被偷走，然后这个副党魁呢就说是有疑点或者存在政治动机，他就直接就说了，说这个绝对他认为啊，就现在国家党因为还在调查当中嘛，但他们的认为就是说这个应该不是真正的小偷，而是出于政治目的。一会儿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会这么说。那到底这件事情有没有可疑之处，我们一会儿都来讲一讲啊。那么还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更可疑了，到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就是昨天呢，大家可能陆陆续续看到新闻了，就是丰盛湾出现了海啸警报。当天呢，当地的居民也好啊，游客也好啊，就携家带口的就逃了出去。结果后来发现是什么呢？假警报，搞了个乌龙。这就是狼来了的故事发生在这件事情上。简直是让人觉得无法接受。当然除了民众怒了之外，那么相关部门就说那得查呀，究竟为什么会出现假警报呢？今天为什么要把它拿出来跟大家讲，就是因为最关键的是至今都不知道这个假警报如何产生的。我们待会儿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同时呢，我们还会了解到的是一树山的山顶不让开车上山，结果呢，谁会想到却成了小偷的乐园。所以这个一树山啊，尤其是现在是夏天，我相信很多华人朋友也是非常喜欢去的，对吧？带孩子去野餐啊，去玩耍呀。可是这件事情真的不能掉以轻心。一会儿我们会跟大家来聊到啊，如何来保护好我们的财产。还有呢，就是昨天没有跟大家来讲到的，说新西兰的10大潜力好区，所谓的好区就是房产增值的10大好区。那么究竟在哪里？奥克兰是占了9个，所以一会儿我们也会跟大家聊到。除此之外，还有一份叫做不可负担性的报告，这2个放在一起，今天也跟大家来说一说房产。同时呢，我们也会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这个 Vodafone 的就是一条消息，他说2月底之前呢，员工可以在每个周5下午都放假回家休息。这是别人的好老板，跟我们没啥关系。我就在想说这个 Vodafone 它不仅仅是 Vodafone，我看到新闻当中，反正跟电讯行业相关的，像 Spark 啊、Coros 啊，就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些，还包括 Two Degree，他们在最近都给员工做出了这种类似的。休息啊，放假，对，或者是特别 flexible 的工作时间啊，等等，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在他们那儿。一会儿我们来看看啊，就是别人家的老板，这些老板又给自己的员工什么样的福利？当然，我们这个工作是很难了，对吧？好了，我们继续啊，就跟大家来一条一条梳理。9点钟之后再跟大家说新西兰新闻。首先，我们这一节当然就来关注国际的最新消息。第一件事情。还是一定得来关注这个冠状病毒。现在中国的情况如何了？冠状病毒，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它是截止到昨天，就是20号的18时，中国境内累计报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总共有224例，其中确诊的病例是217例，在武汉呢就有198例，北京有5例，广东有14例，疑似的病例总共有7例，四川是2例，云南是1例，上海是2例，然后呢，广西壮族自治区还有1例，山东有1例。同时呢，在国外方面，日本通报的这个确诊病例总共有1例，泰国通报的确诊病例有2例，韩国昨天也是发现了一个确诊的病例1例。所以说呢，就是在昨天这短短的可能不到24个小时当中，就可以看到了它扩散的速率。而且现在呢，就是这么说吧，确诊的
昨天我们还在跟大家讲说，去到比如说像日本啊、韩国的这个确诊的病例，很确定是说从武汉飞过去的。但这一次我们看到的已经确诊的，比如说在广东、在北京、甚至在上海，这些确诊的病例当中呢，已经是知道是本地人，等于说是没有去过武汉的，间接的，可能他接触到了去过武汉的人，可是他感染的这个本人并没有去过武汉，所以这件事情呢，也让整个的这个冠状病毒的传染带来了一个不同的声音。昨天我们还在新闻当中说这件事情的确值得关注，但不用恐慌。主要原因就是呢，证实说它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这件事情上是没有被证实的。可是呢，因为昨天的在北京啊，或者是说在这个广州的确诊病例，就使得呢，我看到官方消息啊，跟大家来说它的措辞出现了改变。最初呢，官方的口径是说未见明显人传人，现在改成了什么呢？改成了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对，这就是昨天一天出现的改变。对，而且我看到新闻上是说，就是中国有一个钟南山博士，我记得他在2003年对 SARS 的那个就是研究当中贡献了很多。就是我看到他的一篇采访报道，他说他们开了很久的这个关于防疫的会议，然后昨天呢在接受这个央视采访的时候，就还挺确定说不排除现在人和人是可以传播的。这个昨天我看到，在我们说新闻的时候，我就看到有我们的听众就发上来那个讯息说这个估计是挡不住了，肯定会是有人传人。但是昨天我们的官方口径，或者是说我们得到的讯息还没有到这一步，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讯息就赶快告诉大家。那么当然了，除此之外，的确他现在不是说了嘛，措辞改成了说有可能人传人，但是呢，也是说他现在起码截至到我们目前看到稿件的这个时刻，它的这个传染力度和 SARS 还是完全无法同日而语的。就是 SARS 那个时候，我们昨天也跟大家讲，其实它最可怕的还不是说致死率，的确它致死率不低，可是跟其他的肺炎相比呢，也不是说 SARS 的致死率就多高，可是它最可怕的就是传染度。所以这一次呢，目前起码截至目前来看，就说它的现在目前新型的冠状病毒还不至于到那个传染度，但是如果真的出现了人传人，那就的确是要引发大家的注意了。对，因为这个问题比较严重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现在是中国春运，对，然后这个人传人的几率就会特别的高。你比如说火车、飞机这种渠道都是在所难免的。所以现在呢，中国方面也在说，这不是春运嘛？我看到我身边刚好有武汉的朋友，他就跟我讲说，他其实新西兰人，他就是回武汉去过春节的，他刚落地就听到了这个新闻，然后他们全家就在商量，我们是去到这个比如说中国哪个暖和的地方，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种病毒怕高温嘛，他们还在说我们要不要去到哪一个暖和的地方来过这个春节就算了。然后后来发现哪儿都没有票，春运的时候你无论飞机火车你想坐什么都没有办法出行。后来说那要不然干脆回新西兰再看看机票。哇，最近就说到这儿提一句那个国内很多航空开始全面调价，所以这个价格跟以前也不太一样了，有赶上春节。他说也不太值得，最后决定怎么办呢？就说那就待在武汉，以不变应万变，哪儿也不去了，也不去外边吃饭。什么尽量少走动，能够买菜在家里面，反正现在都可以送货上门嘛。他说就不出去了，然后等到这一波呢比较敏感的时期，不是比较严重的时期过了之后，他们再有下一步的安排。所以现在中国方面官方给出的讯息也是能不走就不走，但是春运这不可能。对，所以只能说呢，回家的心是控制不住的。对呀，所以说你只能说在各个关口吧，无论是说你城市的、国家的，你就好好查，尽量的避免说这种可能携带病毒的人。但我觉得好在一点是在2003年 SARS 的时候，人们可能这方面的意识比较淡薄，然后他对于这种病毒，比如说怎么发现它呀，包括去防治呀，包括最后去预防，它这方面的一系列的措施可能反应的会比较慢。对。但是经历了2003年的 SARS 之后，我觉得现在再经历这种病毒，对，就是有经验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反正就是提醒大家，我们也因为还不至于说像 SARS 那么严重，但是也的确有逐步在向严重发展的这个趋势。所以说呢，就是提醒所有，肯定有朋友是这周或者下周要回国过年的，尽量少走动，
还有就是勤洗手啊，戴口罩啊等等。我那个武汉的朋友昨天我就问他嘛，他的情况怎么样，他就在跟我说，他说现在武汉的街头还好，不至于像 SARS 那一年，你知道大家都是口罩买不到，然后跟脱销，你根本就在街上看不到大家的脸，全部都是全副武装。他说现在你如果走在武汉的街头，你感觉不到有特别的不同，很少有人戴口罩，但是他说这个一天一天新闻的更新，对，就不好说了。对，所以说啊，还是再次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小心。那我们看到相关的信息，也会绝对第一时间跟大家来更新。反正新西兰这边的卫生部已经发出警告，就是所有在春节期间要回中国去过年的，或者要去中国去旅游的朋友，一定要注意。甚至他们是说不要去武汉，但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武汉了，对，因为很多人的计划是提前预定的。对啊，所以反正没办法，我们只能跟大家来更新，一切啊就是小心为上。好了，时间关系，正好已经到了7点45分了，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那么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呢，再跟大家来更新其他方面的信息，我们也会说一说哈里，说一说脱欧，看看情况如何。如果您懂英文，生活就会更便利。Dinner Speak 全日制 NZC 1号新西兰英语证书课程2月24日即将开课，请速报名。由初级班到中高级班，入学考试将为你选定相应级别，每周上课12到15小时，有教师指导，可以由浅入深学习听说读写，还有20到22小时的自修时间。学习结束可获 NZQA 毕业证书。16岁或以上的新西兰永久居民或公民，课程全部免费，还可申请学生津贴。咨询热线0800-355-344。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3368，0941543368。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平安旅程，新西兰华人的一站式旅游服务团队，提供特价机票、定制旅游、度假套餐、旅游包车，1周7天，每天12小时，竭诚为您服务。详情咨询，请立即拨打2823939，2823939。大家好，我是国家党国会议员杨健。值此新春佳节之际，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鼠年大吉。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
7点48分，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朝闻天下》。那我们接着在这个8点钟之前的剩下10多分11、2分钟左右的时间，跟大家来继续分享国际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刚刚说到冠状病毒呢，差点忘了一点，就是现在有调查就发现说，当时我们不是把锅扣在了海鲜的身上吗？然后现在好像又把这个锅要转移到野味儿的身上了。野生动物，因为他说这个海鲜市场大部分其实是卖野味儿的。他说这个其实也是有一个过程，就我们当时在发现武汉有2个区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比较多之后，就发现说离这个海鲜市场特别近，然后就把海鲜市场关了。对，关了之后再调查才发现说，虽然它是扣着海鲜市场的名儿，但其实里边卖了很多的野味。对。但是这个到底是不是就是说这个病毒是从海鲜上传出来的，还是从野味上传出来的？现在没有一个特别肯定的说法，但是大家就开始怀疑说，看来是不一定是海鲜要背这个锅。对，所以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提示里面也说，如果在中国你接触了这个一些动物啊，包括接触了野生动物之后，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为什么一定要？我不明白哦，而且尤其是越往南方走，你有没有觉得他们越爱吃？喜欢就是吃这些东西。昨天我正好是跟我身边有一个也算是很会养生的朋友，他就跟我聊到，还不是跟这个冠状病毒没什么关系，他就在说，他说他就发现呢，华人朋友很喜欢吃某一个地方买不到，或者是当季没有反季的那种蔬菜水果，就觉得好像爽，不知道什么原因。比如说，他说新西兰不产荔枝，但是很多人很爱去买荔枝吃，或者是说，比如说冬天的时候没有什么蔬菜，他就去各种地方淘，一定要吃到某种蔬菜。但是我是说，这个养生的朋友跟我说啊，不代表没有什么特别的什么科学依据，但是他说为什么？他说人体或者是说你吸收着这个地区的养分啊等等各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滋养成长，你在这边生活，如果你一定要吃这边没有的或者是反季的，其实对身体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我之前也看到一篇这样的报道，是吧？他说就是包括每4季每个季节，你的身体应该接收什么东西。就像人家说春天你应该吃绿色的，夏天你应该怎么样，它其实是有一个身体是有一个需求的。是，所以这个季节的水果蔬菜其实是最好的，反其道而行，我觉得，对吧？所以我就说回来，就说刚才一定要吃野味这件事，我其实有的时候很不理解，为什么一定要去追寻那种从来没吃过，它就算再好吃又能多好吃？猎奇心理吧。还有可能有一些就是商品的销售，它会以这样为噱头。我觉得你如果野味儿你去吃，跟平常的东西价格，野鸡你和一般的鸡的价格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猎奇的心理。所以人活着还是太无聊了，就是没有那么多新奇的事情，或者是值得你去关注的事情充满我们的生活，所以就一定要去找新鲜的，对，然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哎呀，简简单单的把那些不需要的东西去掉，这样生活我觉得最好。否则，你看这些一切的事情发生，都是因为要不然你去猎奇，要不然你去寻找一些本来不属于你或者你不应该拥有的东西，然后就会出现，当然也会有好结果啦。可是历史告诉我们，不好的结果还是居多的。这是你在了解到这个冠状病毒之后的心灵感悟吗？我的心理感受。好了，那这件事情就先说到这儿，看到什么最新的消息再来跟大家来更新。那么接着呢，再来快速跟大家来更新关于哈利王子和他的妻子梅根这一次脱皇室的一个最新的走向。昨天为什么其实已经这件事情大家就说差不多结束了嘛，怎么又来拿出来说呢？是昨天哈利王子首次在正式确定了会脱离皇室之后呢，是发表了公开的讲话。本来呢他发表公开讲话也没有什么特别直接关注的，只是他在言语之间整个讲话之间透露出来的那种失落，让大家开始感觉他有点被迫或者不自愿，或者是说他自己没想到失去了这么多。你看他在演讲当中啊，我们不把这个通稿给大家来读了，总之就是强调了2件事。第一就是他别无选择，第二就是他极度难过。什么叫别无选择呢？就是他在演讲当中就说，他说他自己啊，还有他的妻子梅根本来想的是说
不接受公共资助，但是仍然继续替女王服务。但是这个想法不幸的是不可能的，所以等于说，如果他不想接住这种公共的资助，等于说不拿纳税人的钱，那他就不能再继续替女王服务了。那当中呢，大家就分析啊，很多的这个媒体呀，还有就是成天去追踪皇室信息的这些记者，就说他说其实哈利最在乎的是他的军事头衔。你想他在军事当中或者在军队当中服役了10年。他还做过，就我们大家也知道他的历史，他对军队啊、对军人的这种情结其实是很深的。他没想到自己在放弃皇室头衔的同时，要把自己的这个军事头衔也放弃了。所以大家就认为说，他字里行间的这个别无选择和极度难过，都跟这件事情是有关系的。这个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真的有当过兵的朋友可能就能理解他的这个心情。就很多人当过兵之后，一直很多年都会有这种当兵的情怀。对，所以他要就是真的就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他为了他和他的妻子，为了自由，他可能以为没有放弃那么多，但结果这次就真的放弃了。而且关于他未来到底要靠什么生活，他有1年的所谓的这个过渡期，我们就来看吧，到底怎么样生活。而且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呢，现在在世界上就引起了2个非常算是极端或者对立的现象。一个呢就是支持哈利和梅根的，就说年轻人就应该像他们这样，寻求自由，为了自己的自由和想要过的生活，要努力的跟传统，或者是说呢，敢于和这些旧的一些思想去做斗争。所以他们是典范。年轻人要冲破这样子的一些旧思想、旧观念，要冲破束缚，去寻求自由。但是也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这就是另外一个极端的，就是说这就是年轻人现在就是不负责，什么都是为了自己想开心就开心，说自由就自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就什么样的生活，根本就不去管。我还看到一个评论说这个梅根她得到了很多女孩当中梦寐以求的这种公主的身份，但是没有想到他们就很轻易的放弃掉了。然后就很多人就是在这一方我们就说支持说他们年轻人就不负责的这一方，就在举例说，你以为说现在的女皇或者女皇的儿子，也就是 Harry 的爸爸，他们在一生当中这么长的一生当中，难道没有时刻是受不了的吗？难道是没有时刻是受到外界攻击的吗？那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是要就是怎么说，要接受自己的身份，而且去接受自己的责任，就是以大局为重，对，走下去。但是现在年轻人呢，你看，觉得跟我的生活什么价值观什么不符了，我就走，我要自由，更多考虑的是自身的感受。所以这就是2个比较极端的一个看法。当然说到这儿，不知道大家是持哪一方的观点，但是我现在担心的是什么？就算他俩放弃皇室，会不会真的远离媒体和所有外界的攻击？他俩仍然是公众人物呀。你没有皇室的 title， 难道就不会受到攻击吗？对不对？所以我们祝福他们能够快乐吧。不过时间关系，已经到7点57了，稍作休息，马上。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 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1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陶波，电话0737788886。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非常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Grace House Road Greenland。
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立冬换汇，诚信、安全、可靠、保密，加上专业的理财经验，欢迎来电5228698，5228698，门前有大量停车位，地址1号 Kenneth Street New Market。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非常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安吉勒杨为您推荐5号 Kingston Avenue Monroe 1930年代的特性 bungalow， 3房加学习房和独立的客厅带壁炉，宽敞的门厅，地高景美，能看到天空塔。位于方便地段 Dominion Road 旁，走路去太平购物超市、银行、中餐馆、公交车站及其他便民设施。Dominion Road 小学就在您家背后。近 Monroe 初中、高中，开放日周6日12点到12点半，请联系杨丽萍0213383111。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8，2173888。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0年1月21日星期二，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侯磊。今天呢是农历的腊月27，中国的民间呢有一句谚语叫做腊月27宰鸡赶大集，这一天呢家家户户都要宰杀自家的家禽，还要赶集采购。那么与平时的赶集相比呢，腊月27主要是要买卖一些年节，比如说鞭炮、春联、香烛、烧纸，赠送小孩子的各种礼品，以及女孩子的各种头花饰品等。这一天呢，全国各地的集市也都十分的红火热闹。好的，说完了这个年俗啊，下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新西兰新闻。新西兰的专家就武汉肺炎发出警告，前往中国的游客需要注意了。在中国武汉发现的可能引发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持续引发关注。昨天的新西兰微生物学家向那些可能会前往中国的旅客发出警告，希望到中国旅游的人要注意避免与动物产生不必要的接触。如果说接触了动物，请务必要用肥皂和清水将手彻底的洗干净、烘干。另外呢，打喷嚏时也要保持这个良好的卫生习惯。大乌龙，北岛半夜拉响海啸警报，当地居民惊恐万状。1月19号晚上，丰盛湾和怀卡托地区呢发出了这个海啸警告，引发当地居民一片恐慌，人们纷纷都逃往高地去避难。所幸的是虚惊一场，原来呢是当地的消防和应急部门闹了乌龙，误发了警报。消防和应急部门的首席执行官呢也为这个错误表示了道歉，但他无法确定这是由于人为因素还是技术层面上的失误，结论有待进一步调查。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全体的奥克兰人啊说回收垃圾不能这么扔。市议会呢最近是很头疼，新西兰的夏季是放假超多的季节，也是垃圾产生量很大的季节。奥克兰市议会呢目前就发现了一桩让他们极其头疼的事儿，说都已经到2020年了，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垃圾该怎么扔。这个市议会呢废物垃圾管理方面的负责人就表示，在过去的假期内，奥克兰的垃圾量
量上涨了9%，而大家对于回收垃圾的态度也慢慢松懈下来了。所以呢，市议会也希望再次向民众强调，一定要保证进入回收垃圾桶的可回收包装是干净的，碎玻璃以及塑料袋是不能归类可回收垃圾桶的，一些电子产品、盆罐和旧电池等，甚至还可以有偿回收。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呢，我们来确定一下，北京在昨天呢也是确诊有2例新型的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记者昨天呢从北京的大兴区卫生健康委获悉，当地医疗机构接诊的2名有武汉旅行史的发热患者，根据临床症状和流行病学的调查，经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及专家组的评估，确认为新型的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据介绍呢，这2名患者已经在定点的医院接受了隔离治疗，目前无呼吸道症状，病情平稳。北京市大兴区呢已经对密切接触者开展了医学观察，目前无发热等异常情况。截至这个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消息啊。截至20日的18时，我国境内累计报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呢，总共有224例，其中呢确诊的病例是217例，武汉198例，北京呢是5例，广东呢是14例，疑似病例总共有7例，四川2例，云南1例，上海呢有2例，广西壮族自治区有1例，山东有1例。日本呢，国际方面是日本通报的这个确诊病例呢，总共有1例，泰国呢有2例，韩国呢有1例。好的，那这就是这一时段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以上整点新闻由双子移民留学赞助播出。天气预报由玉山 KCH 独家冠名播出。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早上的8点06分，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新西兰主要城市今明2天的天气预测。以下的天气预报是由玉山食品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我们先来看新西兰北岛的北部地区，真的跟冬天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哦。现在报天气，极少能看到雨，基本上全部都是晴好的天气。奥克兰今天最高温度还是会比较的炎热，可以到26度，最低温度是17度。那么北岛南部地区呢，今天基本上也全部都是晴好的天气状况。气温方面，还是中部地区会比较高，像Palmerston North 今天最高可以到28度，惠灵顿今天的最高气温也会达到27度。那么南岛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北部地区，今天也全部都是晴好的天气。气温方面 ，Nelson 今天最高是23度，最低是15度，这样的一个晴好啊，其实有的时候呢，对于比如说像农场的一些干旱，也带来了比较严峻的状况。那么南岛南部地区也全部都是晴好的天气。那么在气温方面，基督城今天最高是22度，最低15度；皇后镇最高是26度，最低14度。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涂好防晒，也是在中午的时候、下午的时候要注意避暑。那么到了明天，新西兰全境除了最南端可能有一些阵雨之外，全部仍然都是晴好的天气，但是气温稍微回落了一点点。奥克兰明天最高是24度，最低16度；惠灵顿明天是15到21度。来自柬埔寨传统优质稻米产区的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2019年新米全面上市了。龙凤牌茉莉香米100%的茉莉香米，晶莹剔透，清香软滑，价格适中，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
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餐馆酒楼消费者的最佳选择。买大米请认准龙凤牌，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富家安橱柜专业打造厨房、卫浴、衣柜产品，设计精美、实用、大方。富家安橱柜用心守护您在家的每一个角落。电话0926529926529969。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 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8。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0941544368。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一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陶波，电话0737788886。想要旧貌换新颜 ，Recine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cine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cine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如果您懂英文，生活就会更便利。Diners Speak 全日制 NZC1澳新西兰英语证书课程2月24日即将开课，请速报名。由初级班到中高级班，入学考试将为你选定相应级别，每周上课12到15小时，有教师指导，可以由浅入深学习听说读写，还有20到22小时的自修时间。学习结束可获 NZQA 毕业证书。16岁或以上的新西兰永久居民或公民，课程全部免费，还可申请学生津贴。咨询热线0800-355-344。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早上的8点11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由 Panda TV 37和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小娇。大家早上好，我是侯磊。刚才小娇给我提意见啊，说我的声音太小了，导播说我声音太小了，所以我突然一下坐直了，然后声音提高1个分贝。没有，是因为我说我的一般的女主持人很难跟我拼肺活量，我是男主持人，所以我们还是一男一女搭档。好了 ，Anyway， 我们说回到8点钟过后，开始跟大家来讲一讲关于新西兰方面的新闻。但是在说新西兰新闻之前呢，有一个小插曲，它也不算八卦，好吧，就算个小插曲吧。因为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关于哈里的那个新闻嘛，然后很多朋友我们也在说这个媒体也在分析，说哈里现在其实对他来说，他最难过或者觉得最惋惜的就是这些军事头衔也一并的就没有了。然后我们还有听众观众在后边帮我们补充，说他有哪一些军事上面的头衔，好像最高的也就是少校，他是空军的少校。我们也知道哈里在空军当中服役10年嘛，我刚才也在讲说，如果就是无论你在哪个国家，你曾经当过兵，或者是真的加入过军队的那种感情和情怀，好像真的不太一样。所以对于他来说，就觉得非常。怎么讲呢？就很难过。我就说到这儿呢，我就忽然间想起来，我昨天是看了一个什么文章呢？最近美国的今天会出一本书，
这个书的名字啊，我刚才就去找了一下，我印象当中那个书的名字就叫做其中有一个就叫 Stable Genius，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两个词儿。这两个词儿是怎么回事呢？是当时特朗普就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说他的精神什么不稳定等等各个方面的。然后他就在一次演讲当中，他就说自己，我不仅仅是一个 genius， 我不仅仅是一个天才，还是一个 stable genius， 是一个你知道很稳定的天才就之类的。他那个话后来被转发了很多遍。后来这本书就今天将在美国上市的这本书，就是以这个作为标题而出的。那新西兰这边可能要等到明天了，美国的21号会出。然后在这个书上呢，就透露出了很多可能我们在外界看不到的讯息。昨天我是在英文先驱报上就看到了一篇文章，它就透露出了这个书当中的一部分。这个部分因为非常非常长，我读了大概有差不多接近1个半小时，我才把那篇文章读完。当然也跟我们英文不是第一语言有关啊，而且它那个文章也真的非常长，里边有很多的词我也不认识，然后呢很多人名我也跟中文对不上，所以我真的看了很久很久。但是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去找出来这篇文章看。我主要就是要跟大家说什么呢？他的那篇文章当中透露出来的细节，就是特朗普怎么把军队的那些将领，或者是说负责这项什么国安部的部长啊，什么也包括了像什么总司令啊等等，怎么把他们惹火了啊？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也知道特朗普的出身，他不是搞政治出身的，更不是说军事出身的，所以他是一个商人治国的一个理念。所以呢，就是在美国政府当中，或者是美国的这个议会当中的很多人就试图能够把这个讯息传递到他的脑子里，让他知道这个军事也好，或者是军队也好，对于美国到底有多重要，以及美国在各个国家的这种军事部署对于美国到底有多重要。所以就怎么呢？就是所有的大家能想到的那些头号的人物，全部都聚在了一起。当然主要是以鹰派的为主啊，就把特朗普也叫去了，就开始给他展示 PPT，各种的数据，各种的理论基础。就让特朗普当学生一样，就坐那去说服他。然后他们的这些，我们就说啊，只要有头有脸的，叫得上名字的，当然以鹰派为主的，还有军队的一些高干，就在那边开始展示了，说你看我们这个军费花出去是干嘛干嘛的，或者说我们这个在哪儿的这个驻军到底对于我们美国有怎么样的意义，等等等等，就开始要给他灌输嘛这相关的知识，也不是说一定要让他支持。但是也要让他知道，要他了解，对，到底是怎么去做的。我们也知道特朗普要退出北约，他认为北约不好用。然后呢，他也要这个让韩国去交钱，他也要什么阿富汗也退兵，哪儿都退兵，总之就是不干了。然后，所以他们就试图去说服他，到底北约有什么用，到底我们为什么要去各地驻军，等等等等。但是到最后，特朗普就直接说，就类似于啊，当然不会这么直接，就说闭嘴。你们什么都不懂，你根本就是你说你什么胜利？你在阿富汗在各个地方胜利了吗？你看我们投了那么多钱，派了那么多人去，最后怎么了？你能说这叫胜利吗？我们就是 loser。但是他这个话一出，却把对方就给惹火了。人家是几世代的这个军事的什么家族出身或者人家是总司令，什么叫 loser？对于一个士兵来说，你跟人家说 loser，这谁能接受呢？对不对？然后再加上就后边就有细节出来，说是特朗普当时也被美国就是类似于像义务一样的要征召他入军，一定要去，比如说前线打仗或者去服役。他当时就找各种借口，什么腿伤啊、腰伤啊。这儿不好那儿不好呀，总之就没去。然后呢，这件事情就被军队的这些高官就给挖出来了，就说你这样一个人，你好意思来骂我们军队，对不对？所以谁不懂，到底谁是不知道这个国家怎么样？所以这个架呀，就是这个吵架的这个状态就一直持续着。最后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书当中就写特朗普把这些反对他的、认为他不懂的这些人全部开除了除了蓬佩奥，现在还留着，剩下都已经被开除了。所以大家这个是我昨天在文章当中看到的一些细节我说的不够细，那里面细节非常多，包括了他们怎么对话的，包括了那个我们说军队的这些将领用了什么样的动作，甚至有一个就是军队当中的司令也好，或者是这种将领也好，具体是哪一个我有点记不住了。他甚至都不愿意面对特朗普说话，就背对着他说，他说你简直就是不愿意见到他，我不愿意跟你来交谈，你真的是就完全不尊重
军队，因为他们就说啊，说这个美国的军队他们有个理念是什么呢？我们要把这种自由民主的一个情怀也好，或者这种思想也好，要传递给全世界，这是造福大家的。他们的所谓的这个我们说军队，他们是为了保护美国、保护世界、保护大家的这种理想而去战斗的。我不是为了钱。但是你特朗普一上来，好像我们军队就是为了挣钱的。你各个基地问人要钱，或者不给钱我就不去哪里去驻兵，就变成了我们军队的这个理想全部被你瓦解了。好像我们出门是为了为美国挣钱，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大家都接受不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啊，想看的朋友真的可以去找一找这篇文章。喜欢的人应该非常喜欢，包括细节啊、语言啊，都会去深入推敲一下。但是很有趣。但是通过这件事情，大家也知道，就是说在美国的整个的，无论它是国会也好，政府当中，其实它的思想的这个对立还是很明显的。而且呢，就说特朗普这个人，也是挺现实的，就说他不仅仅是说对外，对着我们民众也好，媒体也好，说的是这样的，他就算是在美国国会之内，他说的很多话其实也是这样的。所以想看啊，大家可以去找一找，找不到的可以来找我，然后我给大家发到，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但真的非常长。好了，这件事情就一个小插曲啊，说给大家看。想看那本书的，我估计后天。新西兰明天后天就能看，感觉你像卖书的，但我还蛮想看看到底写的什么。好了，那我们就说回到新西兰新闻的部分。那么说到了政治方面啊，说到了这个政府之间或者是党派之间的这种斗争。昨天在新西兰也出了这件事儿。我来说一下这个事儿啊。首先呢是说，昨天上午国家党党魁发言人称说，昨天国家党位于奥克兰的总部办公室遭到盗窃，3台笔记本电脑被盗。而且这个东西很有趣的是，丢的就只有这3台笔记本。对，说这个就是在他们这个办公室里面，说有很多其他价值很高的物品，但是入室盗窃的性质非常的可疑。说就是只是对笔记本电脑进行了这个盗窃。我们来看，这是昨天呢副党魁 Paula Bennett 他在接受媒体的采访的时候这么说的。他认为这一次的被盗十分可疑，可疑的点就在于，第一，他说那个地方啊人来人往的。所以呢，想要去盗窃，肯定是有一定的目的。而且你说，你如果要真的谋财，为什么要去国家党办公室去盗呢？对不对？这是第一。第二，他说那边呢也有很多的类似于像监控摄像头啊等等等等。而这个，所以说呢，也是为了说快速的能够离身，所以这个人进去之后就拿了笔记本电脑，立刻就走了，因为他触发了警报。嘛，也包括了像摄像头等等。所以他就说，他说如果要是为谋财，他不会拿这种不值钱的笔记本电脑，对吧？所以他就这个，当然 Paula Bennett 也说了，说现在是接受警方的调查，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他们也不会做肯定的一个评述。但是他说，通过这种种的迹象，就表明来偷的人应该不是谋财。对，就是很有目的性，目的性很明确。但是现在大家就在说了，那偷的这3台笔记本电脑当中到底有什么样的讯息？会不会泄露，比如说民众的情况啊，会不会泄露什么政府机密啊等等。那 Paula Bennett 呢，他在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他说当然了，国家党对于整个所有的这些讯息的保护都是非常重视的，所以这个笔记本电脑也都是做了加密的。但是能不能被破解，那不知道。而且说有没有什么敏感的讯息，他说也暂时不透露，不方便公布。对，所以这件事情就等待着警方看看调查的结果是怎么样的。政治动机吗？不知道呢。但是听着这个感觉上好像真的不像是谋财哦。我觉得一定不是谋财吧。反正今年又是大选年，所以各种的这种猜测也都是频出，我们就等着看看结果出来是怎么样。而且呢，很巧的是，在这个办公室当中，正好我们的杨议员也在这个总部这里办公。所以昨天呢，我还跟杨议员发信息给杨议员，我说，这个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就比如说东西被偷啊？然后杨议员说他当时不在办公室，所以呢是后来他秘书告诉他才知道的，但是他没有丢任何的东西。至于我问他说你觉得你什么原因，他说现在都不知道，等着警方调查结果出来之后，我们再来说就好了。好了，这件事我们就只能等着警方的调查结果了。那么另外一个要等结果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海啸警报的误报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这个也是很匪夷所思哦。19号晚上的9点30分左右，在新西兰北岛丰盛湾地区响起了海啸警报。然后呢，大部分居民就被紧急疏散了，连夜赶往了高处避难。警报声呢是说什么？说警报声在怀卡托部分的地区也可以听到。而令人炸舌的是，这居然是一次误报，因为并没有发生海啸的事件。所以这件事情呢，就让人觉得很奇妙。而且大家都说啊，这条新闻昨天不就出来了嘛？大家就认为说，那就肯定是，要不然就是摁错了。要不然就是系统自己出现故障。因为好像还有民众在听到警报之后，收到了说这个是就是不是真的有海啸之后，还反复确认说你确定吗？你要不要再去查一下是不是真的有海啸？就因为大家心里很不放心嘛，觉得这种事情怎么会误报呢？对不对？你这个系统这个如果它要是全自动的，那就真的肯定是有什么样的浪啊或者等等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它才会报警嘛。那如果要是人为的，你又说不是，现在不知道是不是人为的，那就让大家觉得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而且当时啊，我看那个新闻当中，后来采访很多民众，他说给小孩吓坏了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还有当地的一些游客对，我觉得游客应该还挺惊讶的，这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很抓瞎。而且最关键的是，他说也不知道怎么办，就只是听到警报响了，说是有海啸，那去哪儿？往哪儿躲？避难所是什么？这也没人指示，所以大家真的就是慌乱到不行。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有查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或者是什么东西触发了警报。那换句话说，如果我是当地的民众，我就会觉得，第一，以后会不会还会响？因为你现在查不出来呀，是不是它无缘无故的就会又响起来警报了？对，关键是响了之后，我不能确定是真的还是假的，对吧？这是第二。第二就是这会不会是变成狼来了？是。我要是听到了，我到底还要不要走？那么昨天就针对这两件事情呢，我是听到负责的这些部门就说，他说第一，如果真的是海啸警报的话，不会通过这种方式通知，而是会通过这种方式通知吗？这个短信，你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不是有那个试验吗？他说如果要是有比如说这种灾难的，无论是海啸地震火山爆发等等，他说我们第一时间肯定会通过短信来通知大家的。然后呢，第二就说是通过媒体等等，他们会第一时间联系媒体，媒体在直播的就赶紧告诉大家怎么样撤离。他说呢，就是大家听完之后就说那以后这个警报响我就不用动了就好了，因为你不通过这个东西警告大家嘛。然后结果呢，他后边这个负责人又补充了一句，他说但是如果真的有紧急情况发生了，我们会用所有的方式通知，就是类似于说呢，我们尽可能的通知更多人，所以也不排除会用警报。所以他就说呢，听完了之后，到底我们要相信哪一个呢？对，这个事情我觉得太难判断了，因为对于小朋友来说，对于比较小的或者老年人他可能不会注意到手机，有很多人都不带手机，他也不看电视，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就会依赖这个警报。但是现在又依赖不上。然后昨天我看到一个报道就在分析这件事情，他说最可怕的是什么？他说现在新西兰全境。不能叫可怕吧，反正挺令人担心的。就新西兰全境全部警报用的都是这一个系统那如果真的是这个系统本身或者出现什么问题，是不是到处都可能会就是无意当中忽然间出现个警报的响动呢？那如果响了之后，我们到底是应该跑还是等等？到底是怎么回事？再跑，确定一下消息的真伪程度。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民防部是说呢，听到无论如何跑是对的，那他们就会尽全力调查出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并且避免以后不会有误报出现。说多跑几次总有一回是真的。所以我们这个只能是我们没办法，这是他们的警报出现问题，但我们能做的就是也是给自己规划好一个路线。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全家怎么样逃？我们在哪里汇合？或者你有没有紧急的救援包？把这些准备好，管它是真假呢，就当是演习了。对。好了，时间关系到8点27分了，这一节呢我们得稍作休息，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接着聊。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
换汇在东平，纷纷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祝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 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 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 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 安吉拉杨为您推荐5号 Kingston Avenue Monroe 1930年代的特性 bungalow， 3房加学习房和独立的客厅带壁炉、宽敞的门厅，地高景美，能看到天空塔。位于方便地段 Dominion Road 旁，走路去太平购物超市、银行、中餐馆、公交车站及其他便民设施。Dominion Road 小学就在您家背后。进 Monroe 初中、高中，开放日周六日12点到12点半，请联系杨丽萍021-338-311。大家好，我是国家党国会议员杨健。值此新春佳节之际，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鼠年大吉。我是杨健，与您一同关注新西兰时政热点。杨议员时间每周一上午9点和晚上7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早上的8点30分，欢迎回来。我们接着呢，还是快速来看一下奥克兰主要高速公路上目前的一个路况情况如何。那么跟早上7点半相比呢，明显的就是深了一个色号。红色会偏多了。这个口红是什么颜色？是某个品牌的某一个色号啊。今天早上黄色的现在变成红色，今天早上红色的基本上就变成了黑色。现在基本上1号高速从南往市中心的方向上，从 East Market 一路呢已经是堵到了过了 Green Line， 全线红色交通拥堵，其中在 Mount Wellington 附近还有一小段的黑色大塞车。那么过了 Green Line 之后呢，是黄色车多，然后逐渐的演变成绿色交通拥堵。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16号。16号高速西区往市中心的方向上呢，前半段还是全线畅通的，拥堵的路段基本上就是从 Rosebank 开始。现在在 Great North Road 散 Lukes 这一段仍然是黑色大塞车。过了散 Lukes 之后呢，今天早上还是黄色车多的，现在全红了。而且在16号市中心连接处这一段已经是堵成了黑色大塞车。所以呢，这个16号挺有趣的。在年前呢是前半段堵，就是在 Lincoln Road，什么这个 Royal Road 那边堵，现在变成了后段堵。总之就是，其实到你到市中心上班的时间是一样的，反正前半段后半段的总之是要堵的啊。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北岸往市中心，很持续性的这个就是非常的统一的，就是从 Albany Express Highway 一路堵到 Eastman Road。是吧？它这个是最统一的，就是他们。中间稍微有一段在 Yarra Valley 附近呢是恢复了黄色车多，但是非常短，所以大家呢不要掉以轻心。总之就认为它是全堵的就好了。然后过了 Eastman Road 之后到 Oniva 也是黄色车多，过了 Oniva 之后就恢复畅通了。但是跟平常啊，现在还是的确在放假。
跟平常比，你看上高速的口会稍微好一点，像那个欧尼瓦肉等等啊，之前基本上都是全黑上高速，现在好像上高速的口会相对来说还是通畅一些。还有2周，大家珍惜这最后的学生假期之前的这2周。你刚才说完口红之后，我脑海当中一直在想，我说要是有口红赞助商的话，我们下次在播报路况的时候可以说这一段呢已经赌成了经典红色，色号是多少？其中有一段是姨妈红色，我们一直在想这个画面。但是我们的路况现在有金主爸爸是 Honda 本田赞助播出的。好了，我们回到新西兰新闻的部分。刚刚我先来说一下我们的那个财经播报。对，我来给大家说一下近日的这个财经资讯啊。新西兰 NZX50 指数11746.95，下降了53.26，上证综指 SSEC 是3095.79，上涨了20.29，道琼斯工业指数29348.10，上涨了50.46。今天的这个参考汇率呢，纽币对人民币4.54，纽币对澳币0.96，纽币对港币5.13，纽币对美元0.66，美元对人民币6.87，汇率呢实时变动，实际以交易价格为准。好，那我们继续说回到新西兰新闻的部分。刚刚呢跟大家聊到了关于这个国家党的办公室被盗，也聊到了说这个假的警报。那么接下来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个跟治安相关的，这个真的是要给所有的华人朋友们提个醒，尤其是最近你看学生假期，肯定很多的家长天气又这么好，带着孩子们去各地玩耍。现在呢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在大家非常熟悉的 One Tree Hill， 就是榆树山，这不是去年开始说不让大家开车，从2018年好像就开始18年5月份，对，就开始说不让大家开车上山了。结果没想到这件事情却带来了给小偷们设立了一个天堂啊，就是给小偷们争取了一个时间。是说呢，警方有一个通报数据是说，这个榆树山不让车上山以后呢，车辆相关的案件明显增多。说在12个月的时间内，车辆的相关案件有37起；18个月的时间内呢，相关的案件有81起。对呀，大家想一想啊，这只是在榆树山哦，对，这可不是说奥克兰哦。1年当中就发生了37起，如果要再往长一点啊，18个月发生了81起，全部都是敲车窗、盗窃的事件。所以呢，逼得警方没办法，现在就说再次提醒大家，如果去榆树山玩耍的，千万不要在自己的车内留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不要让小偷看到。可是问题就在这儿，大家我相信生活在奥克兰的朋友都深有体会。现在我们根本就不是说车内有现金，对，就不用说 coin 了。我觉得我兜里都没现金。对，就什么都没有。就他们现在敲车窗的理由，真的也不是谋财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恶作剧。你上次丢的是什么？奥利奥饼干，然后一副墨镜。好吧，墨镜还算是，但是就是很一般的墨镜啊，它没有什么品牌什么。然后墨镜，奥利奥2袋奥利奥饼干是我放在车上充饥的，然后还有几张 CD， 而且还是中文歌曲。然后我上一次啊，是不是我的车我要他出的，我没有被盗车这个敲车窗，我是我一个朋友，他说啊，就是因为知道新西兰这边敲车窗的特别多嘛，所以他就小心，他的车上真的什么都没有，只有那个类似于像就我们平常经常吃的那个 mint 啊，就是糖，就是薄荷糖的那种，对就是铁盒的那个，大家都知道啊，什么牌子的，他说就一盒那个，结果就把那个拿走了。可能那个贼走到那碰巧想吃那个，然后一转身看到旁边有，啊，还有后来新闻当中不说嘛，还有丢香蕉的，就车内有一只香蕉，是，结果就为了这个就把车窗给砸了。而且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去到了世界上很多国家，去美国、去日本、去澳大利亚、去中国。就是我就已经有了这个，就是你思想上有了这样一根弦嘛，警惕，时刻警惕。所以我经常一下车，我就会跟我家人说，我说哎，你这个不能放在这儿，会被敲车窗的。然后无论去到哪里，大家给我的回答都是说，为什么敲车窗？谁会敲车窗？而且新西兰这边警方，大家记不记得，有的时候提醒说不要让你的车里边有明显的说你是华人司机的装饰。什么是明显的华人司机？比如说挂个福字。挂一些娃娃，这边很少有人会挂那种可爱的娃娃呀，或者是那种
cushion 啊之类的。那难道他们会专门敲挂这种？对，因为警方就说，他说觉得中国人会比较喜欢带现金啊，所以他们就会主要挑这种车去砸。所以不就说嘛，不仅仅是车啊，就说家里边也别贴福字，不要让大家知道你这个是个华人的家庭。这真的是警方给出的一个警告。然后呢，我去到不同的地方，我还跟我的姐姐妹妹说，我说哎，你这个太明显，一看就是华人的司机，容易被撬。她说 why？就大家都不理解，所以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呢，大家就在说现在在新西兰这边啊，这些小偷小摸，尤其是砸车窗的，好像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们真的就是因为无聊，或者就像刚才侯雷说的，我就是忽然间想吃薄荷糖了，对，看到了，我就砸个窗吧。因为我觉得大部分应该都是以恶作剧为主的，因为你可以从他偷的东西里面看出来，但是也有可能是真的偷东西。因为我上次就看到一个司机，他在车里放了一部手机，可能那个手机是专门用来做导航的啊，那就是铁会被砸了，对，很明目张胆的，就是在吸引贼。但是就像我说的，说很多的像除了新西兰之外的其他的一些地方，人家根本就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出现。所以你看啊，真的是不同的地方，它的这个犯罪的原因啊、目的啊，还有整个的程度啊，真的是不同。我之前还听别人给我建议说，你不要把东西放在前面，你放在后备箱。那我心想，如果他砸后备箱的玻璃，不是更换玻璃更贵吗？所以无论如何吧，就把这件事情也告诉大家。如果最近有去榆树山的朋友，这也没什么好办法，就是你车内不要放任何东西。另外把身体锻炼好，爬山的时间尽量缩短，赶紧回来。对，就是真的，你说这有什么办法？除了你车里面就是什么都没有，什么薄荷糖、香蕉现在都不能放，完全空才能有办法。然后还有就是警方就说了，说也是建议附近呢也有人提议，就说安一些摄像头吧。但是新西兰这边大家也知道犯罪成本有多低，就算他被拍到了，就算被抓到了，你偷了个香蕉，你能把他怎么样？是，所以哎呀，都是一系列的问题，我们能怎么办？只能是告诉大家这个现象，要不然就是别开车去，别停那儿，要不然就是锻炼身体，快上快下，或者就是任何东西别放车里，对不对？好了，这件事情也说到这儿吧，就说到了这个犯罪方面的事情啊。其实昨天还有一条小新闻也挺有趣的，说给大家来听，是什么呢？是警方昨天出来道歉了。为什么道歉呢？是后来被发现说一名警察呀，他在路边检测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驾驶者毒驾，结果就把他放走了。这件事情后来被爆出来之后，他就赶紧出来道歉，说这个的确是警方的失误。那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后来啊就说这个警察当时在路边去检测的时候，他在执勤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男子呢是持学生不是学生，就是学习驾照，learner's license。所以当时他也不是查毒驾，他就是查那驾照，是不是合法的一个驾照。所以他就当时就查出来说这个男子是只持有了 learner's license，所以准备是要因为这件事情把他扣下。结果就发现呢，这个驾驶者啊，这个人员旁边的座上就摆了一些吸毒的用具。但是不确定说他是吸大麻还是吸冰毒还是吸 whatever，反正就是一些吸毒的用具。然后就说应该把他给扣下来。但是呢，这个驾驶者就说，他说他没吸，或者是说呢，因为具体的这个报告我们还没有看到，反正意思就是说，要么就是没吸，要不然就是吸了非常轻微。总之他的神志其实是非常清醒的。所以这个警员呢，当时就是做了一个判断，让这个我们就叫毒驾好了，就让他这个毒驾的这个驾驶者呢，以最快的速度去到附近的一个他的亲戚家。对，好像说距离很近。然后他这个驾驶者也说了，就跟警察说我真的我就过去就算了。一般情况之下，我们知道警方是不可能放他走的，对不对？结果就出现什么呢？这个警方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说好吧，那你去吧，你赶紧离开，罚单该罚是罚，就说剩下的就没扣下他的车，也没让他下来。就说那你去吧，赶紧去到你的朋友还是亲戚家。结果这个人就并没有朝着他该去的方向走，就一个掉头就朝着相反的方向就走掉了。警方也没追上，所以这件事情后来不就接受调查嘛？调查就发现，这个当时执勤的是一位女警员，而就在这个他放走这一位毒驾的驾驶员的前几天，他曾经呢是在执勤的时候遭到过袭击。是肢体？没有说明是肢体还语言。
应该是肢体，要不然要是比如说是语言，那可能就是说受到了攻击或者是辱骂或者是什么的，遭到了袭击，他是说他遭到了袭击，心里有阴影，会不会是这个原因？我觉得会，就没说了。总之他就说解释了这么一句，然后呢，警方出来说道歉，这个的确是他们的失误。可是就说这件事情的确呢，也是让大家说，那警员其实他们也是面临着很多的风险，这是其一，其二。那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呢？你考虑到你是警察对，你考虑到自己会不会再次受到攻击，然后你放走了，我觉得这样的人，警察真的是在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一瞬间的那个权衡特别重要，就这个判断权衡特别重要，是放是不放？对，放假期间我还看到一个新闻，也是关于警察，说一个警察他们也是在执勤的时候，然后他当时那个车没有熄火。然后就一个喝醉酒的直接开着他的车就跑了。是对，我们也不是也看到什么另外的说什么那个枪被偷的对，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我们就说失误，人嘛，失误是难免的。但是你如果一旦被冠以了警察这个名衔，就觉得你的失误是不能被原谅的。这是其二，就是说你说这种感觉好像是不是说我们不去担心警方自己的人身安全，但是你作为警察，如果你考虑到自己会不会受到威胁而放走逃犯，这个还是让人会觉得有一点点颇为担忧的啊。昨天刚好呢，就有另外一条新闻，就说到警察说是在评选全世界最值得信赖的警察是有哪一些，结果新西兰呢这边的警察是排在了全世界可信任度的第5。然后这个新闻出来之后，本来大家觉得说，哎呀，我们应该觉得高兴嘛，新西兰的警察这么可靠，或者这么值得信任，是不是代表我们安全？结果新闻出来之后呢，就被民众的骂声给淹没了，大家就觉得说哪里那么值得信任了？有的人在说自己报警了，警察不来，或者是来了之后并没有用，甚至警察都在说保险吧，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等等，所以呢，对于警察的这种吐槽也是真的存在的。尤其是说我们新西兰，尤其奥克兰这边，你说这个治安好与不好，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那你说治安不好，当然司法体系整个的这个我们说系统，它是要去承担一定责任的。对，但是警察当然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所以说大家有这样的泼词也是可以理解的。对，时间关系啊，正好已经到了8点45分了。对于治安的问题，大家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或者是不是你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不过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 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 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 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 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19 09-272-3516。新西兰百伦移民留学23年老字号，100%免中介费申请留学，专业办理各类签证、移民申请。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石围仙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非常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 0941544368。
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01377801。平安旅程，新西兰华人的一站式旅游服务团队，提供特价机票、定制旅游、度假套餐、旅游包车，1周7天，每天12小时，竭诚为您服务。详情咨询，请立即拨打2823939，2823939。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早上的8点48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由Panda TV 37和 FM 90.6正在为您并机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小娇。大家早上好，我是侯磊。那么继续在这个跟大家带来新西兰方面的新闻。刚才说到了很多跟警察相关的、跟犯案相关的，反正假期期间大家呢，还是要多加小心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做其他的事情。假期一般，我觉得放假的时候人相对比较闲，就是停留在家里面的时间和不经常。你说这些砸车窗的，他们是不是就是闲？对，我觉得恶作剧的成分会比较多，我一直这么认为，就尤其像偷饼干、偷香蕉这样子，然后就是思想不成熟吧。所以无论如何吧，反正大家小心。说到小心，接下来这件事情也是，你说这个世界到处充满着欺骗。买个机票都被骗了，有多惨！这是在短短的6个，这是反正是不到半年的时间当中出现的第2个破产的旅行社了，所以一定要在这边跟大家来稍微说一说要提高警惕。我们让侯雷跟大家说一说到底怎么回事。说奥克兰破产旅行社被曝大量出售假机票，也希望大家去查一查你的票。说据这个清算人士表示一家破产的旅行社在过去的6个月中向顾客售出了大量的假机票，这可能使许多人被迫滞留海外，或者不得不在临近出发日期时购买高价机票。那么这家破产的旅行公司就叫做 Travel Globe 啊，如果大家去买过机票，近期的稍微查一查，是不是你也在这个旅行社买过？那么这个公司的清算人呢，就表示说他非常担心这样的一个公司的倒闭会带来多么严峻的后果。那么因为这个公司呢，这个旅行社它是在接近有可能6个月左右的时间当中一直在收顾客的钱。但是他收了机票钱之后，并没有拿这个钱去买机票，就给顾客买机票。相反的，他就把这个钱给挪用了，就花了嘛。所以说白了就是一个诈骗公司。对。然后呢，他现在目前的状况就是说这些已经被骗了的顾客，除非你去申请，比如说他在清算，你申请理赔。但是如果没有，比如说他的钱破产了嘛，所以如果公司没有钱了，这些人就就是没有任何的赔偿。如果你也没买保险的话，你这个钱就真的是白花了。但机票尤其是你如果要是国际的航线，那价值非常高。对，而且你不仅这一部分钱得不到，你还得再贴钱去买新的机票，等于双倍。而且他就说这是第2家嘛，2个月之前另外一个申请关闭的这个公司，其实呢。怎么说呢？现在不确定说他俩到底有没有关系，但是光听名字你看刚才我们说这家刚关的叫 Travel Globe，另外一个去年11月份破产的那个叫 Travel Guru， 大家听这个名字就觉得说这难道完全没关吗？兄弟姐妹公司。而且另外一个让人觉得很怀疑的是什么呢？这2个公司全部都是印度裔的。新西兰这边的人去设立的，而且主要服务的也是印度社区，所以在这2个公司当中去买机票的，应该说是大部分
都是印度裔，但是不排除有其他人也跟他们去购买了机票。而且根据现在呢，清算师他的一个统计是说，这个公司就刚才我们说的 Travel Globe 啊，大概呢是总共欠了客户18万纽币。这也不是个小数目，对不对？然后就说这2个人，当然了，就是破产了，那你就没办法了。你真的拿这个公司怎么办呢？而且现在清算是说，一方面在担心这些所有的，无论你是说这个买了机票的，还是在他那订了什么的，总之第一你是得不到赔偿，第二他就说什么呢？他说整个对于这个旅游行业现在也是挺令人担心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旅行的公司收了钱不去买机票，专门去骗顾客？就是因为在整个新西兰这边现在没有一个特别的好的规管，就说你这些旅行社谁可以开，谁不可以开，没有部门去监管，没有部门去监管。它倒是有一个组织叫做 TAANZ，是类似于像这种新西兰旅行社协会，但是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加入这个协会才可以开。卖售机票才可以开旅行社。我们也知道，就是不用说别的了，我们身边华人朋友们也知道，除了我们知道的几个大的旅行社之外，现在很多的个人也在卖机票呀。他就像中介一样的嘛，给大家去订票。他说从他那儿买能够稍微便宜一点啊，等等各个方面，也不用你去每一天再坐在那儿查呀，等等等等。那这种个人的也不需要什么，你就可以去卖，这完全是建立在人和人之间的信赖基础上。可是很多东西就是这样的，你光靠信任，那就会出现这种事情。对，就是出了问题之后就没法解决了。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类似的这种经历，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说，有的时候啊，我们不能说一棒子打死一船人啊，肯定还是会有很多个人出来的这样的一些小的公司在。负责去订机票也好，或者是订旅行的计划也好，他们是负责的，而且也是值得信赖的。毕竟新西兰这边小企业有多，大家也知道，80%都是没有任何雇员的，自己在那边去经营的小企业。可是有的时候呢，你就是真的自己要多长个心眼。比如说无论你是在这种小公司，还是说大的旅行社，订完了机票，订完了住宿，订完了所有的行程，你自己要去确认一下网站上去看。我就给大家举例啊，比如说我也是买机票，我都是通过就是这种旅行社，很少自己去某一家航空公司去买，一是价格，二是费事儿，所以我就跟那个航空公司去订。但订完了之后，他都会给你一个 code，就是你的确定码嘛，你的确认这个机票已经订了的那个码。有了这个码，大家可以去到不同的航空公司真的去查询。比如说你订的是 Air New Zealand，你就去到 Air New Zealand 的官方网站，把你的这个确定的码输入进去之后，它呢上面就会显示你整个的行程单和你的信息，这样你就可以明确的知道你给旅行社的钱有没有真的给到航空公司，而且真的订到票。提前去做这样的一个核实的话，就是一旦有什么问题，你是有时间来进行更改，或者来有时间进行更换的，或者是说你就是他告诉你订上了，你一查没有，你就可以立刻找到。是。你像我们说这些顾客，就是6个月的时间，可能就是信任他嘛，就然后到眼前要走的时候，可能才发现这件事情，就发现根本就自己都没有订上。这个时候你再去找他，人家早跑没有影了，对不对？所以你根本就没法追得到。在这边，所以就是提醒大家，这个真的是一方面我们还是要敞开心胸的去相信大家，但另外一方面也真的是多这一步并不是非常的复杂，拿着这个码去到航空公司去查一下，你的票到底订没订到。那另外一个就是再次强调一下，这2个公司，一个叫 Travel Globe， 另外一个叫做 Travel Guru，GURU。如果您是在这2个公司订过机票的，只能说非常的不幸。有什么样的具体的信息呢？只能是等待着新闻，或者是说会有清算的人员跟您去取得联系，但是估计就是没得赔了。对，这有什么办法呢？人民全部破产，是就真的没办法了。所以只能是我们自己去提高警惕了。对，也没有任何的好的方式。反正遇到这种事情，我觉得真的还挺，就是怎么说，觉得自己好不幸运啊。但是一方面反正也是自己也没有仔细的去检查，对，这也是一方面。好了，时间关系啊，正好也是到了8点57分了，这条新闻也跟大家说到这儿，我们就稍作休息，来听几则商家好介绍以及整点新闻。9点钟回来之后呢，我们把目光转到房产方面，来看看其他新闻。
换汇在东平，纷纷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助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 0941544368。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想要旧貌换新颜 ，Recine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cine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cine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飞尘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Grace House Greenland。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一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淘宝，电话0737788886。大家好，我是国家党国会议员杨健。值此新春佳节之际，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鼠年大吉。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0年的1月21日，星期二，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侯磊。今天呢是腊月27，中国民谚称腊月27宰鸡赶大集。这一天呢，家家户户要宰杀自家的家禽，还要赶集采购。与平时的这个赶集相比，腊月27主要是买卖年节，如鞭炮、春联、香烛、烧纸，赠送小孩子的各种礼物，女孩子的各种头花饰品等。这一天呢，各地的集市也都十分的红火热闹。好的，说完了年俗，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新西兰新闻。NZ 专家就武汉肺炎发出警告，前往中国的游客要注意了。在中国武汉发现的可能引发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持续引发关注。昨天的新西兰微生物学家向那些可能会前往中国的旅客发出警告，希望到中国旅游的人要注意避免与动物产品有不必要的接触。如果接触了动物，请务必要用肥皂和清水将手彻底洗干净、烘干。另外呢，打喷嚏时也要保持良好的这个卫生习惯。
大乌龙北岛半夜拉响海啸警报，当地居民惊恐万状。1月19日的晚上，丰盛湾和怀卡托地区呢发生了这个海啸的预警，引发当地居民一片恐慌，人们都纷纷逃往高地避难。所幸是虚惊一场，原来呢是当地的消防和应急部门闹了乌龙事件，误发了警报。消防和应急部门的首席执行官为这个错误表示道歉，但他无法确定这是由于人为因素还是技术上的失误，结论呢也有待进一步的调查。全体的这个奥克兰人回收垃圾不能这么扔，市议会呢很头疼。新西兰的夏季也是放假最多的季节，垃圾的产生量很大。奥克兰的市议会呢目前就发现了一桩让他们极其头疼的事儿。都2020年了，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垃圾该怎么扔。这个市议会呢废物垃圾管理方面的负责人表示，在过去的假期之内，奥克兰的垃圾量上涨了9%，而大家对回收垃圾的态度也松懈下来，所以呢，市议会也希望再次向民众来强调，一定要保证进入回收垃圾桶的可回收包装是干净的。其中呢，这个破碎的玻璃以及塑料袋是不可以归类为可回收垃圾桶，一些电子产品、盆罐和旧电池等等，甚至还可以有偿回收。北京确诊2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记者20日凌晨从北京市大兴区的卫生健康委获悉，当地的医疗机构接诊的2名有武汉旅行史的发热患者，根据临床症状和流行病学调查，经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及专家组评估，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据介绍呢，这2名患者已经在定点的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呢无呼吸道症状，病情平稳。北京市大兴区已经对密切接触者开展了医学观察，目前呢没有发热等异常情况。截至19日的24时，中国累计这个新的冠状病毒肺炎呢已经有201例。同时呢，我们收到的一个最新消息是，截至20日的18时，这个中国境内的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是224例，其中的确诊的病例是217例，疑似的病例是7例，上海2例，云南1例，四川2例，广西壮族自治区1例，山东1例。同时呢，从国际方面可以看到，日本通报确诊病例1例，泰国通报确诊病例2例，韩国通报确诊病例1例。美国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一音乐俱乐部发生了枪击事件，致2死5伤。那以上呢就是今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整点新闻，也希望大家随后关注我们更多精彩的节目。以上整点新闻由春丝面条赞助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天气预报由玉山 KCH 独家冠名播出。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 Food， 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早上的9点06分，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新西兰主要城市今明2天的天气预测。以下的天气预报是由玉山食品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我们先来看新西兰北岛的北部地区，基本上全部晴好的天气，气温比昨天呢稍微下降了一点点，但仍然白天的时候会比较炎热。奥克兰今天最高是26度，最低17度。不过再次提醒大家这一次呢是来的气旋仍然会影响到东海岸，虽然看不到降雨，但是海浪会很大，去到海边的朋友还是要多加小心。北岛南部地区今天也全部都是晴好的天气，气温方面，惠灵顿今天最高将达到27度，最低12度。那么南岛呢，今天也基本上都会是晴好的天气，
北部地区呢气温稍微低一点啊，算是比较舒适的温度。Nelson 最高是23度，最低15度。但是无论啊阳光的这个我们说到底是不是在云层当中，或者气温有多高，在这样的夏季当中，还是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准备的。南岛南部地区也基本上都会是晴好的天气。气温方面，基督城今天是15到22度，皇后镇最高温度也将会达到26度，最低是14度。到了明天，只有在南岛最南端可能会出现偶尔的降雨之外，其余的全部仍然是晴好的天气，只是气温稍微凉快了那么一点点。奥克兰明天最高是24度，最低16度；惠灵顿15到21度。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81377801。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换汇在东平，纷纷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祝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来自柬埔寨传统优质稻米产区的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2019年新米全面上市了。龙凤牌茉莉香米100%的茉莉香米，晶莹剔透，清香软滑，价格适中，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餐馆酒楼消费者的最佳选择。买大米请认准龙凤牌，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如果您懂英文，生活就会更便利。Dinner Speak 全日制 NZC1号新西兰英语证书课程2月24日即将开课，请速报名。由初级班到中高级班，入学考试将为您选定相应级别，每周上课12到15小时，有教师指导，可以由浅入深学习听说读写，还有20到22小时的自修时间。学习结束可获 NZQA 毕业证书。16岁或以上的新西兰永久居民或公民，课程全部免费，还可申请学生津贴。咨询热线0800-355-344。周一聊天室带您尽览天下大事，新闻事件深度解析，全球消息尽在掌握。一起相约周一聊天室。每周一下午4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我是杨健，与您一同关注新西兰时政热点。杨议员时间每周一上午9点和晚上7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早上的9点11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由Panda TV37和 FM 90.6正在为您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小娇。大家早上好，我是侯磊。那么9点钟回来之后啊，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新闻的内容。那么在9点半之前呢，仍然跟大家来说一说新西兰方面的信息。可是呢，因为本来我是想跟大家上来啊，立刻就讲一讲关于房产方面的一条新闻，可是忽然间看到了一个并不是
让人很应该可以说是有点担忧的新闻，所以要第一时间赶紧跟大家来分享。因为这2天这个新闻真的是不断的在更新，不断的在刷新。因为我今天早上还在讲新闻的时候跟大家来说到，就说呢，现在的这个武汉的，或者说可以说是整个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是使得不论是在本国还是在国际上都获得了大家的关注。那么今天早上还在说是可能人传人这样的一个，或者是比较不那么严重的人传人的情况，但是现在呢，已经全面的上升到了确定人传人的一个情况。钟南山院士刚才说，确定这个病毒是有这个人传人的。另外一个我觉得更值得担心的是什么呢？是刚刚看到的一则最新的消息，在当地时间1月21号的凌晨，就等于说是我们新西兰这边5个小时之前，5、6个小时之前的样子啊，是得到最新的通报什么呢？目前武汉共有15名的医务人员确诊为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另外还有1名是疑似病例，那么16名患者当中呢，有1例是危重的，其余的呢算是病情比较稳定，但是呢已经是进行了隔离的治疗，就是医护人员已经被感染了，而且是16人。这不是一个小数字啊，所以真的我觉得这个传播速度特别快，就是它的发展的变化非常快。你想，我们每一天跟大家来说新闻，甚至说我1个小时之前跟大家说的新闻，和现在的状况就不一样了。所以目前看到的状况就是说，医护人员有感染的，然后有另外后边还有一条小新闻，就是说呢，当地的医护人员拍了一张全副武装的照片，武汉的医护人员，然后他就发了一条微博，上面就在说，他说他就是1名武汉的1线医生，今天呢，本来他们是准备说要过春节的假期了，他也要回老家，结果今天就是接到了通知，所有的休息全部取消了，要24小时随叫随到，所以他也在接到通知之后呢，做好了心理准备和各方的准备，跟家里人也报了备，就说呢，春节估计是回不去了，那他现在呢，就是一定要去奋战在第一线。那他家人当然非常担心，就说口罩啊，所有的这种措施啊，一定要做好。可是这个当时 SARS 的这个情况，我们也知道了，说虽然说现在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不是 SARS， 可是它是同家族。对，虽然传染力也没有 SARS 来的那么严重，但是谁知道？我这个只代表我个人的意见啊，就是我觉得它的传染力度有没有 SARS 那么严重，其实现在很难说。就是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控制的很好，就有了经验之后，你可能在检查呀，包括你在控制这个病情的时候做的比较好，或者是说你一开始就做好了准备。当时 SARS 来的时候，大家不知道它那么重，对，就你发现这个都很久。对，所以说呢。我们只能说是希望吧，希望真的是得到控制。而且这一次呢，我们是看到中央也是非常非常的关注，整个全国现在都是说，不能说是因为它没有那么的爆发，虽然说它现在的这个传染的速度还是挺令人担心的啊，但是的确是没有像 SARS 那种爆发，所以说不至于引起说全国的紧急状态。但是谁知道今后到底会怎么样？这一天1个小时1个小时的更新的新闻，也是让人看着有一些担心的。所以在这边也只能是提醒大家，我知道很多朋友要回国过年，无论去到哪儿，就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从自身和家人做起，先把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保护好。然后勤洗手这件事情在这儿就不是开玩笑了。是，真的是。还有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呀，不要跟动物接触啊之类的。小朋友，我觉得尤其在空气不好的地方，还是需要戴口罩的。我估计从今天开始，昨天我不还在说，就真的就是昨天晚上。我身边的武汉的朋友跟我说，说武汉的街头并没有对，什么都没怎么样，大家都不戴口罩。看到的新闻的视频好像也是，就是还是大部分是大家都是以过年的这种状态嘛，还是比较高兴的。但是今天看到这种新闻出来之后，我相信大家都会警惕起来了。所以说呢，就是也是提醒我们可能要回国的朋友要稍微提高警惕。现在这16名医务人员，希望他们都能够
平安，也不要有更多的案例出现了。我估计一开始可能因为那个时候也说没有确定人传人，可能相对来说注意的程度大家就会疏忽掉。所以现在既然知道了，就希望不要再有新增的这个病例出现吧。当然我们看到什么最新的消息，我随时都是打开着这个滚动的，如果看到了我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分享。那么接着我们还是说回到新西兰部分的新闻。刚刚呢也是说防不胜防的这个旅行社，我甚至看到我们有听众观众给我留言说，其中的一个公司就是那个 Travel Guru 他的那个老板其实是他的邻居，就当时他就说这个新闻爆出来之后，是这位听众的邻居，对，新闻爆出来之后就发现老板早就已经没影了。就走了很久了，走了很久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这个真的是防不胜防，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所以大家就得自己留个心眼儿，怎么样去保护自己，无论是从身体健康，还是从你的财产，还是说这种你购买任何东西，真的就得自己提高，就是关爱自己，从自身做起。我昨天还听到另外一条新闻，也是在说有人买房子也是被中介欺骗，然后那个房子没有所谓的。就是很多的类似于像证明嘛，或者是说你有没有这个建筑许可证等等这一系列的，他就是被骗了，结果没有，买完了之后就脱不了手了。如果你要是真的想再脱手的话，你要把整个这个房子进行重新的改造，让它符合建筑相关的一个要求，那可能要花进去20万。每次听到这样的新闻，我都觉得怎么去避免这样的事情？避免这种事情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自己得去了解，你自己得去知道这个事儿。但是再一想，我的妈，什么都去了解，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你说了解多少？对，你有很多的东西这么专业的，而且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天才的表演家，他们很会表演出一副让你值得信任的样子，怎么办呢？所以只能是祝大家好运。再一个就是说，真的要小心再小心。好了，时间关系9点18分了。说到房产这一节估计说不完，没关系，我们可以下一节继续再跟大家补充，跟大家说一个新西兰2020年新鲜出炉的叫10大潜力好区，是整个新西兰但是。奥克兰就占了9个，而且是前9名，第10个才是除奥克兰之外的一些地区，所以跟大家也来更新。这是地产专家所评选出的新西兰10大潜力好区都有哪些？说这段时间呢，大家观望到的这个我来看一下这个新闻是。说到这个10大的好区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这样子，这10大一会儿我们再告诉大家究竟是什么。先来告诉大家为什么他们会被评选为10大好区。第一就是他们的交通特别便利，这一点我深有体会。第二就是拥有可供首次置业者挑选的大量住宅产品。第三就是已经上马或正在规划的升级改造工程。换句话说呢，第一就是 location， 第二呢就是说这个选择比较多，尤其是首次购房者，量大，房型多，可供选择的不同的这个屋子多，那可能呢这也是它的一个潜在的条件。另外就是大家看的它是否可以升值，那怎么看是否可以升值？是不是周边有改造？比如说瀑布铁路，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升级，这都是大家关注的。不过时间关系9点20分，稍作休息，回来就告诉大家这10大潜力区究竟在哪。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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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l Lisa quick。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8。在 Snowberry， 我们正在新西兰创造真正有效的天然护肤品，并已通过黄金标准临床试验证明了这一点。Snowberry 让自然与科学完美融合。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
富家安橱柜专业打造厨房、卫浴、衣柜产品，设计精美、实用、大方。富家安橱柜用心守护您在家的每一个角落。电话0926529962652969。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非陈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Princess Road Greenland。想要旧貌换新颜 ，Recine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cine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cine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立冬换汇，诚信、安全、可靠、保密，加上专业的理财经验，欢迎来电5228698，5228698，门前有大量停车位，地址1号 Kenneth Street New Market。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国家党国会议员杨健。值此新春佳节之际，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鼠年大吉。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早上的9点23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新西兰以及国际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先带来一条快讯，是说呢，如果今天早上有去到惠灵顿的朋友，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这2天呢，惠灵顿是深受大雾的笼罩和侵袭所以这2天的航班呢是受到了很多影响。今天早上呢是大雾再一次笼罩了惠灵顿，尤其是机场附近，所以导致了很多航班的延误甚至是取消。所以说有去到这个惠灵顿，或者今天有计划要去到惠灵顿的朋友，可能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好了，还有一条快讯呢，也是快速跟大家来说一下，是刚刚中国方面得到的一个最新的消息，是说呢，这个中国的国家卫健委是正式把新型的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纳入了乙类传染病。虽然说纳入的是乙类传染病，但是国家方面是要求采取的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所以这个也是刚刚看到的一条最新的消息，赶紧来告诉大家。也看到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在讨论，就说呢，这个今年这不是刚刚还没有过春节，等于说呢，在冬季正好就是这种病毒流感容易存活的时期。那么过了这个，基本上是说，是不是到了夏天，或者是说春暖花开了，可能会稍微的有所缓解，但不知道这件事情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去走不过我们看到的新闻还是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好了，说回到刚才这个10大潜力好区，接着就跟大家来列一列，看看如果您是准备要购买你的首次购房，或者是说是不是你要投资房，看看这些区会不会在你的考虑当中。排名第1的是 Manuka。说这个 Manuka 的转型规划当中，这个地区被打造成一处城市的枢纽，整合一新的铁路和公交线路，还有主干道的升级。还有呢，这里会有这个 Manuka 的理工学院全新的教学中心、公园的改建，还有连接中心的步行骑行的这个车道，所以说上班分分钟就可以到位。所以说，而且呢，这个地方还会有400多套的这种可负担性住房呢，是投入市场。售价呢不会超过60万。当然大家心里也知道
这个肯定不会是那种花园别墅型的。对，那60万是什么样的状态，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买到的大概是什么样的房子啊。所以无论如何 Manuka 是被这个房产的专家列为最有潜力的第1名啊，最有潜力的区域。那么第2名是 Albany。这个其实是我有一点点意外的，因为之前我们也知道，在上一轮房价涨的时候 ，Albany 涨得非常之多，然后在前2年开始回落的时候 ，Albany 降的速度也是最快的。很多人就说，他说这个其实是就是一种这个回稳，或者不应该说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就是 Albany 当时被推得太高了，所以现在只是回到了它正确的位置。可是这一次呢，我们是看到房市回暖了之后 ，Albany 再一次被纳入到了所有的潜力的区域当中的第2名，主要的也是因为说这个整个的区域要进行全新的升级，最主要的还是说的这个 Albany 的 Westfield Mall。我们也知道 Newmarket 的那个 Westfield 现在已经建得差不多了嘛，所以这个总公司就说了，下一个项目要开发的就是 Albany。要给 Albany 这个地方呢做全新的升级，耗资将会达到5亿纽币，会新增一个4公顷的零售和餐饮的面积，并且还会在那边呢盖一个15层的写字楼，所以就使得说呢，专家也说哦，那 Albany 其实还是有潜力的，下一轮可能它又会是一个比较突飞猛进的区域，这是第2名。再看第3名，第3名是 Northcote。说这个 Northcote 入选的理由非常的简单，是说呢，它在这个区域升级的项目说这个全新的住房机构会在这个区域有一个新的升级项目正在火热的开展当中，同时也说会迎来1500套全新的住房，焕然一新的绿地、公园和城镇中心。对，所以它的发展呢，会说跟 Takapuna 还有它高速一桥相隔的这个 Smalls Farm 去看齐，所以来看是不是 Northcote 也会真的成为发展的方向啊？这是第3名、第4名、第5名、第6名，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中偏西的区域。第4是 Glen Innes， 第5名是 Mount Roscoe， 第6名是 Newland。这几个区域，我相信如果住在附近的朋友可能就知道了，它的这个发展之所以那么有潜力，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说有不同的开发商在那边开了很多的新的住宅，再加上呢交通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便利的，尤其是 Newland， 我也觉得 Newland 最近几年的发展和未来的发展可能真的会不可限量，它肯定，我觉得它有一种在朝着 Newmarket 方向去发展的态势，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这是 Newland。第7名 Waterview， 第8名 Onehunga， 第9名 Wynyard Quarter， 第10名才是除了奥克兰之外的一个城市，是说的是 Taronga Central。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备首次购房的朋友，或者是要准备买投资的，这个是专家在2020年刚开年的时候所根据各方面的一个因素评估出的10大潜力区域。您看看是不是您也在其中，或者您正在选房的话，看看是不是可以在这当中去做一些选择。其实最主要的，你看一下啊，他给出的理由全部都是说是因为在开发，或者周围要不是交通，要不是这种 shopping mall 要进行升级，大型的购物中心所带来的就是你的这个房产可能也会跟着升值。所以说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那么是不是你在购房的时候也可以去考虑这些因素？除了地理位置，那大家都知道中区好，那中区不一定都买得起。那是不是你可以考虑一下这种后发的新兴的一些区域是不是适合购买？时间关系啊，正好到了9点30分了，再稍作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0941544368。
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新华移民留学专注专业个性化，敬业高效18年。新华移民留学电话3798181，移民留学就找新华。周一聊天室带您尽览天下大事，新闻事件深度解析，全球消息尽在掌握。一起相约周一聊天室。每周一下午4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是故乡吗？还是远方？在不曾抵达的风景里，百年一瞬，终与您重逢。由平安旅程携手 Panda TV37隆重推出的旅游类专题栏目《平安伴你去旅游》，带你上天入地、下海观山，了解旅游的方方面面。每周五下午5点到5点半，Panda TV37 FM 90.6同步播出，敬请关注。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推陈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Princess Road Rainman。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早上的9点33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新闻的内容。刚刚有朋友在说把那个排名再发一遍，我正在编辑，还没写完。等一下下一节这个商家好介绍的时候再来继续编辑，我快速的再念一遍，大家可以来听一下。第一名是马努考，南区的马努考；第二名是北岸的 Albany； 第三名仍然是北岸的 Northcote。接下来是中偏西的 Glen Innes、Mount Roscoe、New Lane、Waterview， 然后呢是这个 Onehunga、Wynyard Quarter。和 Tauranga 的 Center， 就是我们说 Tauranga 的市中心我一会儿呢再编一遍，再发给这个群里的朋友来看一下。好了，时间关系，我们再跟大家来说其他方面的一些新闻的内容，带给大家跟生活相关的一些讯息。对，昨天我们提到说，这个英国政府呢想要在脱欧的时候去敲响这个大本钟，然后让市民去筹钱。对，因为昨天是这样，就说到这个约翰逊，他说他认为说应该敲一下大本钟，要纪念1月31号要正式脱欧了嘛。对，在31号的23点去冥想，但是后来呢，不巧的是大本钟正在修，在修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想敲响它，敲一下要花50万。所以呢，议会一听，尤其是反对党一听说，那你别敲了。结果呢，我们昨天在新闻当中不就跟大家说嘛，说约翰逊就说了，那既然我们国会没钱，对吧？那就让大家筹钱呗。那如果要是大家的意见就是说我们值得去敲一敲，纪念一下，那我们就敲。筹不上来钱，我们就不敲。结果呢，今天我们就看到新闻了，看来是没戏了。对，因为他14日在电视直播当中说，这个要发起众筹，截止到17日的时候，支持民中者筹得了25万英镑。等于说只筹了
一半啊，对，一半。然后这个民众倡议招致留欧派人士反对，理由是以胜利者姿态庆祝脱欧不妥。因为我也说了嘛，我说当时我也想说庆祝，后来我改成了纪念。对，因为有很多人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事情，所以无论如何，就是钟应该是敲不了了，但是还是要纪念的呀。怎么个纪念法呢？他们会有一系列其他的一些纪念活动啊，比如说在31号当天，将在首相府即唐宁街10号的黑色外墙上投影一面时钟，用于倒计时。同时呢，英国的政府办公楼群集的白厅，整个街区将会被点亮，作为一场灯光秀的部分。英国的这个议会广场上的所有的旗杆都将悬挂米字旗。就是想方设法的把它变成一个特别喜庆的场面，然后还会发行脱欧的纪念币，纪念币上的字样是和平、繁荣与所有国家的友谊。这个纪念币31号的时候会进入到一个流通的渠道。所以说吧，我们来看嘛，这也是眼看着就到了，也开始倒计时，就像那个奥运会每一年都倒计时，什么都倒计时一样，他们要不能够真的有钟，我们就对吧？投一个表。再倒计时一下，也是还挺可爱的啊。所以这条小新闻就是跟大家来做一个更新。还有一件事情也来更新的，就是昨天讲到那个故宫开车进去的啊，对。今天早上也看到了一条最新消息啊，说那个故宫博物院发了一个官方的道歉信，我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官方的道歉信是说，就是当天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这个人吧，这个开着大奔去故宫的这个人，他当天进去的时候呢，美丽的小姐姐，对。恰巧这个1月13号的时候是故宫博物院有一个闭馆的活动，有200人参加，说因为原定的停车场的车位已经满了，所以的相关的部门引导车辆停放的时候呢，就临时改变了这个停车的位置，没有严格的执行报批的接待方案，将原定的西华门的这个停车场呢变成了午门内金水河两侧的临时停车场，而且还指出来说这个区域的地面是历年来不断更新的现代材料，所以就是说被车压过以后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也觉得这个声明出的也是很有槽点啊，一大段这个致歉信。然后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网友的总结，他说其实就说了5句话，第一句话是有车是因为开会，第2句话是改了下路线而已，第3句话是那条路是现代材料不怕压，第4是已经踢出人了，第5是某某某就不提了。总结的特别到位。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结束回复。其实啊，有的时候你看像这种我们说的古迹也好，或者是一个国家的象征的代表的这样的一些场所也好，其实吸引游客，或者是说你用某种方式去获得一些资金来维护它，是很能理解的。其实比如说就是说故宫的这件事情，我们举个例子，如果它变成它就是公开说，就是这个我们说故宫啊，现在就公开说了，说我们现在要维护，你知道故宫维护费用非常高，对不对？对。我们要维护，可是呢，国家出钱或者纳税人出钱，就 why 我们为什么不能去筹钱？众筹，所以我现在可以怎么办呢？你不是有钱吗？你不是富豪吗？我就是说这个很贵，富豪可以开着车进来兜一圈，但是我是公开的告诉大家我有这么个项目。那如果你给够了钱，我就公开让你来走一圈，在不破坏整个的这个我们说故宫的这些建筑啊、建筑的前提之下，对，我觉得如果他用这种方式，然后再真的有这种所谓的豪车或者谁进去了，大家就可以觉得说，他有钱，可能还是会有一部分人会说啊，你好商业呀。但是我觉得你如果要是还不如就把它做的商业，做成商业的也未尝不可嘛，对不对？你要是真的为了这个筹钱，反而说让国家少出点，或者让纳税人少拿一点，我会觉得 why not， 对不对？为什么不呢？反而是这种你就藏着掖着，或者是说被民众发现，或者被一些头脑发热的人就这么给抛上来了，那引起的这个所谓的群愤才会更多。但另外一方面啊，不得不说的就是中国最近的应该说是1年到2年当中吧，在这些古迹呀，或者是这些比较有名的场所的形象上面，的确花了很多功夫。你看故宫最近是吧？而且我觉得它的这个路线已经从以前就是它是一个文物，越来越走这个时尚化和高端化了。对，就口红啊，然后包括故宫的那个雪糕啊，还有故宫下雪时候拍的照片都特别美。还有像什么明星效应啊，等等等等，他们也拍了很多的这种综艺节目呀。这个纪录片呀等等，其实它的这个路走的
挺好的，但是你说在这种方向上，你忽然爆出来这个，我真的觉得还不如就做成商业的算了。好了啊，这件事情也就跟大家来稍微更新一下。总之那边是道歉了，也有所谓的有人负责了。对，那是不是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呢？好了，说完了这件事儿，我们接着啊，还有一条国际上面的新闻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说的是谁呢？其实跟我们新西兰有关，说的是考拉。对，这2天其实打开新闻你会发现，就是一个是这个冠状病毒，一个就是关于火山，消息特别多。但不是火山着火关于澳大利亚着火，对，关于澳大利亚着火这个事情，2.5万只考拉丧生澳大利亚的这个森林大火，专家呼吁说，能不能把他们迁居到新西兰？其实他这件事情啊，我们得这么说清楚，还不是说专家说要把他们迁出去，是首先呢是新西兰这边的人请愿。就说那个澳大利亚，你看他们的这些动物多可怜，而且呢，就说澳大利亚当地这个考拉居住需要，比如说桉树，我们比如说熊猫需要竹子，那考拉需要的是桉树。他说呢，这个竹子我们新西兰是没有了，但是桉树我们有呀。你说生长在这个澳大利亚丛林当中的这个桉树和我们新西兰的也没有区别呀，所以绝对有考拉可以生存的一个环境。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去把它们这些受到了火灾严重影响的考拉们请到或者是转移到新西兰来生活呢？我们这桉树又没有什么特别的用处，对不对？所以是出于这个原因，大家就开始讨论了。而且是因为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山火发生之后，全世界人民都特别这个关注考拉宝宝的这个生存环境。所以说呢，这条新闻自从新西兰有请愿之后，大家也都在关注了，就说那考拉为什么就不能去新西兰呢？因为现在说这个岛上以前总共有46000只考拉，现在就剩9000只了，所以考拉已经被列为了这个濒危物种。然后受到这个山火的影响呢，就是已经有2.5万只考拉因为大火的死亡，然后超过1万名的这个动物爱好者就联名签署了这个请愿。但是专家说，这个此举并不是解决的办法。那重点就在这儿了，为什么它不是个解决的办法？为什么不能迁来呢？因为说呢，这个新西兰的生物遗产国家科学负责人他就说，解决一个国家生态的这个问题的办法不是将某种物种随便的引入到新西兰。他说呢，我们只知道将考拉引入新西兰会带来的影响，就是即使是将桉树，即使意思就是把它带到这个桉树林，你觉得这个桉树和桉树树种是一样的，但是它是不是能够去适应或者后续的问题？其实最主要的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们新西兰的生态圈也是非常的脆弱。就是呢，很多的虽然说我们说啊，现在的新西兰没有丛林，不存在说某一种生物和某一种生物之间是要谁消灭谁来成为动物链当中的强者，它不至于到这种程度。但是呢，无论哪一种物种是新西兰本身没有的，要把它引入到新西兰之后，都会对整个的生态圈造成破坏。就我们觉得说，就是把考拉搬个家嘛，让他们在这个在那个桉树林也是桉树林，这个桉树林也是桉树林。然后呢，等他们避完难之后，那边恢复了，我再把它请回去不就好了？可是它的到来，无论是从比如说它留下的气味、它的粪便、它的 whatever， 就很多东西，其实新物种到了一个国家之后，都会给当地带来很多的生态系统的危害。所以就是大家就说这个，我们就说生物学家就说了，大家不要异想天开，这不是人搬家，人搬家你可能还存在着种族文化上面的差异呢。他说动物就更是，你影响的可能不仅仅是它，而是影响的可能是整个新西兰的物种圈的变化。而且你说的还不是说送去动物园，你说的是送去到大自然。对，而且相关人员也说，他说其实是没有足够的桉树来照顾这些考拉的。所以就是这个，只是把这条新闻告诉大家，就别想了。虽然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可能呢，每个我们都不知道嘛。对，这是专家一解释情况，才知道说原来这其中背后还有这么多的不同的这个影响会产生。好了，时间关系啊，到了9点45分了，我们再稍作休息一下，还有最后一节，马上回来。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 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在 Snowberry
我们正在新西兰创造真正有效的天然护肤品，并已通过黄金标准临床试验证明了这一点。Snowberry 让自然与科学完美融合。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你好 ，Lisa, come look. 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 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 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 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平安旅程，新西兰华人的一站式旅游服务团队，提供特价机票、定制旅游、度假套餐、旅游包车，1周7天，每天12小时，竭诚为您服务。详情咨询，请立即拨打2823939，2823939。这里是新西兰，传说中的长白云之乡，神秘的中土世界，更是当仁不让的人间天堂。这里妥妥成为了旅游达人的打卡圣地，因为天生丽质那是不用说了，后天的努力保护更是不能少啊！面对严峻的生态考验，我们一起在行动。新西兰环保部联手潘大 TV37，共同打造自然生态探秘节目《绿野新踪之 Doc 自然说》，带您深入森林，探索海洋，寻访珍奇，遇见更精彩的新西兰。还等什么？准备好行囊，和我们一起出发喽！周3早上9点半，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以及网络频道同步播出，敬请关注。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百态。新闻不止一面，生活所以精彩。朝闻天下，新视野，新感觉。朝闻天下 On Air。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点48分了啊，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只剩下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继续呢跟大家来关注新闻的内容。刚刚在上一节当中呢提到了非常多的这个新闻的话题，包括新西兰的，包括国际的，当然我们也是在随时关注着这个出现在武汉，但是现在呢有一点点向全国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态势的新型冠状病毒。那目前的状态呢就是控制的，起码我们现在看到控制的还算是比较的不错，当然也出现了医护人员感染的现象，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最新的消息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那么除了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就是病毒造成的影响之外呢，其实现在全世界各地天气方面的影响也是非常的严峻。我们看到有一条最新的消息就在说，现在北美包括了现在这一股啊，可以说是降雪正在朝美国去挺进。冬季风暴向美国东北推进，数千万人面临大雪、冻雨威胁。是说呢，一场席卷了美国中西部的危险冬季风暴正朝着五大湖区和东北方向推进，数千万人遭遇大雪、冻雨和恶劣的出行状况。有26个州现在是处于天气的警报状态。
我昨天也看新闻说，这个大雪不是一开始首先受到影响的是加拿大嘛？加拿大的那个民众啊，就把门一打开对，我看到那个是吧？外面像一个雪山一样，就是你根本就连天都看不到，整个完全被埋在了雪的里边。然后我家人呢有在美国的这个应该说是寒冷的地带的啊，所以他今天早上也来发来信息，就说大雪真的是封门，他们基本上呢学校也停课了，很多地方呢这个交通也都不通了，就是让大家呢做好准备，在家中呢一是注意保暖，还有就是说也要储备好物资，因为可能1-2天之内他们也出不了门。因为这个降雪量特别大，说上个周末的时候，从密歇根州到新英格兰的降雪量可以达到15到30厘米，而且呢在很多地方，比如说这个马里兰州、华盛顿、宾夕法尼亚这些地方，他们出现的这个雨夹雪最多可以积聚1.2厘米的冰，对，所以路面会非常的路面情况不好。所以说呢，就是提醒大家，如果要是去到美国的朋友，可能最近呢又要受到这个降雪的影响。除了降雪，还有大风，就是会超过每小时80公里。我觉得下雪的时候最恐怖的就是有风啊！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雪了。是吗？来到新西兰之后，我就一直都没有冬天回去过，就是去，比如说我们去皇后镇去滑雪，也只是去滑雪，我没有看到它降雪的那个，我真的很久没有看到雪了，就好像有点忘记了下雪的那个感觉是什么。我就觉得下雪让人觉得出行最方便的就是交通，因为车真的太滑了。是，就很多地方可能还会有一些措施，比如说给道路去撒一些降雪的呀、消雪溶雪剂啊什么的，然后你就时刻那个注意力要特别集中，而且车速也特别慢。我曾经反正是试过，就还是我在那个老家的时候，那时候反正我也不大。我就曾经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车打转对，就因为地上的冰，当时就是司机和我们俩就无言了大概有几秒钟，但是还好没有撞到任何车，也没有撞到任何东西，就是转了一下，然后他又调整了一下方向，我们又继续行驶，但的确是挺危险的。这还是在比如说我们说无论你是在中国或者是你在美国，但很多的基本上都是在城市当中。像新西兰这边，我们现在是夏季啊，但是在冬季的时候，我知道很多朋友会去滑雪，那个山路和我们说的这个马路上的那种雪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真的你要在轮子上挂那个那种防滑链，那个是叫防滑链，是不是？对，防滑链，就反正要绑在轮子上，否则真的是会打滑。对，而且出行的人也特别不方便，就是比如说老人啊、小朋友特别容易摔伤，然后你如果要去更远的地方，机场啊、交通枢纽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吧，就是这个大雪现在是影响到了整个北半球。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干旱却是影响着整个南半球。今天也要跟大家来说，就是新西兰这边 Northland 现在是处于这种非常干旱的状态。应该这么说吧，每一年 Northland 的地区都会干旱，只是程度不同。但它那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个很特殊的点，就在于我们知道 Northland 的那个地方，它的东西的距离非常短，所以说呢，它虽然是在东海岸，但是其实它离西海岸的距离也不远。那么新西兰这边的天气大家也知道，东海岸相对来说就是干燥，西海岸就是风雨交加。那相对来说，这个 Northland 就处于这种，其实它是很干燥，但是它离西边又近，所以它很难呢去跟国家去宣布说进入干旱的状态，因此就给那个地方带来了更加严峻的状态。比如说你们说很多地方它真的就是处在东海岸区，或者说它就住在这个国家的正中间，它就是缺水。那这个时候呢，国家就会说好，那你这个区域是进入到了干旱的状态，国家就会有拨款啊，或者会有一些什么限水令啊等等各个方面去帮助农场主。可是这个 Northland 呢，它现在这个尴尬就尴尬在这儿。它呢就是干旱，可是它离西海岸又近，所以它不符合可以去申报你自己处于干旱状态的一个情况。所以 Northland 现在怎么办呢？就只能是民众开始就是尤其是农场主，那个地方反正城市也小，基本上都是以农场主为主。农场主为主，这还真的是，所以大家就干嘛呢？就互相帮助，互相安慰，就说呢，意思就是说每年都这样。我们就期待着早点下雨，我们这个你想去这个获得政府的赔偿或者是补助，好像也挺难的。那我们怎么办呢？就是省着点用吧。所以听着也觉得挺心酸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就是提醒大家就少点用水。
对，还是有很多的地方是处于干旱的。但最近一段时间真的是不下雨，我看了天气预报，一直都是晴朗高温的天气。对，可能对于我们奥克兰的民众来说是件好事，我们马上要过春节了啊，对，又是小长假期，那天气好可以出去玩，然后呢，整个的这个对吧，也适合在院子里 barbecue。可是对于这些农场主来说就不是好事儿。我现在都觉得天气不好才想出去玩，因为天气好实在太晒了，而且到处都是人。其实当时也在说以为说这个不是来了一个热带气旋嘛，说要来到东边的海岸，然后他们诺斯兰还在说哎呀，这个是不是给我们对我们来说是要降雨，这是件好事。结果可好，只是带来了浪，一点雨都没有带来。而且热带气旋会让温度变高吗？谁知道呢？反正这2天温度的确是很高，是，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就是注意一下防晒、防暑。马上这快到了这个小长假期，我知道很多学生是还没有开学了，但是就是反正也是提醒大家一下吧，就是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防晒。新西兰这边的紫外线真的不是开玩笑的。我这次去悉尼，你想悉尼那么热，它的温度悉尼我在的时候35、6度是常态。我刚才还看了一眼天气预报，悉尼明天就37度。所以它的温度比我们是足高出10多度，可是那边的就说虽然我们隔着不远但是那边的紫外线和我们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我在悉尼的时候还在就是也是跟身边的朋友就在聊起来，他说在新西兰真的是晒一下和在悉尼晒一天的感觉都差不多，就我们这边的紫外线实在是要命，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对，我觉得新西兰的感受就是你以前是害怕晒黑，但是在新西兰会晒疼，会很疼，就真的是晒得你的胳膊很疼。而且那个疼完了之后，其实对皮肤是非常不好的嘛，比如说什么皮肤癌等等，不都是这样产生的。所以就是再次提醒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全是好天气，对我们来说也不见得完全是好事。所以大家就注意好防晒以及防暑。时间关系，正好也到了9点57分了。今天早上非常感谢大家2个半小时的陪伴。明天早上周3，我们照样还是7点半开始跟大家不见不散，共同来关注新闻内容。拜拜，明天见，拜拜。